干的好事儿。个兔崽子，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说？爸，你别叫我爸！费了大半年的劲儿，为了城南的项目，我求爷爷告他一单，把钱全砸里了。万一项目要是黄了，我们他妈都得完蛋！叶总，现在媒体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如果明天开庭，小叶总醉酒肇事逃逸的事情被坐定，咱们肯定逃不过审查这一关。到时候公司是会破产的呀。爸，这有我呀！爸，我还小，我不能坐牢。要不是因为你这个破烂事会让公司倒闭，我恨不得亲自把你送去喝几年牢饭。叶总，明天就要开庭了，咱们当务之急是先找到对方家属，只要咱们背后施点手段，让他们明天在法庭上同意和解，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王八蛋，生个叉烧也好过生你！叶成，老子现在就去给你查屁股，让我知道你又出去搞事儿，老子非扒了你的皮不可！走，去医院，只要能了事儿，花多少钱都行。谢谢爸，谢谢爸。哼，谢谢爸。谢谢爸。爸。日家属，大夫，我爸怎么样了？手术很顺利，现在病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只不过还需要在重症监护室准备1周的时间所以准备好资金吧。重症监护室1天就要2万块，我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呀？是陈定一先生吗？你们是？我叫叶尊阳。海城首富，你们说来惭愧呀，你爸爸变成这样，都是我的不成器儿子。我这次是专门过来给你赔罪的。这卡里有200万，密码是658，算是我叶家给你父亲的赔偿。这是什么意思？拿钱买我爸的命是吗？是不是在你们这些有钱人眼里，我们普通的命连蚂蚁都不如？年轻人，别这么急躁，我们只是在用对你家最有利的方式帮你解决问题。如果你非要拗着到法庭上给人定罪，你除了能出口恶气，还能得到什么？哦，对了，我记得你好像还欠了不少外债啊。如果你妈再不换进口药，恐怕没几天活头了。你，罗强，够！陈先生，您先别着急现在最重要的是救你父亲。这个卡，你先拿着要是不够，你随时开口，只要你肯收下父亲的费用，就连你妈的药费，我叶尊阳都一力承担。只要你肯点个头，这些承诺我立刻可以兑现。我叶尊阳说到做到。我会好好考虑的。哎呀，喂，小雨。哥，你快来！有人在陆山会所把咱妈给打了。我们陆山可是海城最顶级的娱乐会所，来这儿的人都是非富即贵。你好好干，有点眼力劲儿，你家人的医疗费分分钟的事。过2天
再陪我飙一圈去啊！还飙？你前两天不是刚刚，嘣，咻，小心点儿。不就撞个人吗？就算把他撞死了，又能怎么样呢？只要我爸出手，就没有我叶家摆平不了的事儿。还得是我叶少。走。叶少，什么风把您吹来了？你们这儿有没有新来的？当然有了，走，我带你去。哎呦，面挺生啊，以前怎么没有见过？啊，他是新来的服务员，还上学呢，样子呆得很。上学？上学好啊。还愣着干什么？快点叫欣姐去。哎，小美人儿，我让你走了。叶少，这小姑娘她不是。哎，这怎么能有你说话的份儿啊？叶少，别生气嘛。我们店里新来了好几个，走，我带你去。再敢多说一个字儿，我把你家店给拆了，行吗？滚！走吧。就在这儿吧，把我伺候舒服了，少标你的好处。你要干什么？你在装什么真情烈女呢？你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卖吗？好吧，怕我不给钱啊？我只是服务员，我不做其他的。哎呀，要不咱们玩个游戏啊？啊，你喝一杯，我给你点钱，怎么样？我不会喝酒。哦，娜娜，我真的不会喝酒。全是你的。你以为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吗？这个钱我不赚。哎，你说你不会喝酒是吧？过来。放开我！来，我教你喝。住手！放开我！赶紧！小雨，你没事吧？你们在干什么？干什么？我们这么明显，你还看不出来吗？这帮混蛋，眼里还有没有王法？王法？你在海上跟我讲王法？老大伯，你听好了，海城的王法他姓叶，叶家的叶。放开我！畜生，你会遭报应的！放开！拉了，死老太婆，你还敢打我呀？哟，你还给我！怎么？你想要啊？你给我，给我！你求我，我就把它给你啊！这不对呀！像他这种穷人，应该很会求人的呀。你这个态度让我很难办嘛。不要！这是我把临走前留给我唯一的东西，你到底要怎么样，你才肯还给我？这样啊，那好办。刚才你推我的时候，不小心把我的鞋给弄脏了。哎，你舔干净，
就把它给你了。你们这些无赖，妈，别听他的。这是妈留给我最后的念想。好，我舔。不要，不要！哈哈哈哈哈哈！技术还真不错呀！现在你满意了吗？能把东西还给我了吗？赏你了，儿子。你说过，只要我按照你说的做，你就把东西还给我的。我刚才说的是你舔干净之后，我考虑把它给你啊。我又没说一定给你吗？你自己听错了，你怪谁呀？你这个没有人性的畜生！你会遭报应的！你这样骂我，我很不开心呀。我就只能拿你这个破平安符消消气儿。是我没有。看见了吗，叶少？穷人就这点眼界，一个破的护身符，哭得跟死了全家一样。畜生，你们会遭报应的。报应，那就是你们这些穷鬼的心理安慰罢了。就你这种出生在底层的牛马，生来就是命贱。我在这把你们全恨死了，只会赔一点钱罢了，一点屁事都没有啊！我跟你拼了！死老太婆还想动我，狠狠等他！哥，你快来！有人在麓山会所把咱妈给打了。贱人，你还敢打电话摇人是吧？救命啊！你好好看别人，谁敢救你啊？在海城，老子就是天！老天爷，一辈子行善积德，只想努力的好好活下去。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妈，小雨，你们千万别出事儿。小叶总，叶总交代过，让你在出庭前别惹事。不用担心，我爸他已经过去了。还有什么是解决不了的呀？明天呀，就是走个过场罢了，怕什么呀？啊？要我说，叶少你肯定是被碰瓷儿了。不都说穷生奸计吗？像他们这种穷鬼，鬼心思最多。说的没错，穷鬼就是他妈欠收拾。畜生，你放开他！真香，真滑。你放开他！还是叶少会玩，就是少了点观众。不如咱们开直播吧。好主意。你们这些无法无天的禽兽，放开我！到时候呀，我们再砸点钱给他推个流，到时候让他的老师和家人都看一看，一会儿你是怎么浪的呀？今天
我就让你亲眼瞧瞧，我们啊是怎么当你面玩弄你女儿的。住手！放开我！我妈有心脏病，放开我！放开我！叶少。小雨，你怎么样？你睁开眼睛看看妈妈。小叶总，那个女的好像快不行了，要不要送医院？你怕什么呀？到时候把她和前两天那个碰瓷鬼一块处理就好了嘛。陈先生，你那边的事儿处理怎么样啊？需要我帮什么忙吗？谢谢叶先生关心。要是遇到什么麻烦，你可千万别跟我客气啊！不管遇到什么人，花多少钱，我叶家一定给你摆平。不要，叶先生，谢谢你。和解的事儿，我会考虑的。这帮畜生，小雨要是出事了，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的！哦呦呦，我好怕怕哟！连爬都爬不起来的废物，我都要看看你是怎么不放过我的！你们这帮没有人性的畜生，我要报警！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我们什么身份？真的以为有人会帮你出头吗？舆论呢？网络呢？就算你们再有钱，能堵住千万人的嘴吗？死动力断罪是不是？好，今天小爷我亲自就教教你怎么说话，让你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住手！住手！妈，你总算来了。他们故意找茬，要欺负小雨，还把外婆送的平安符烧。哎，老太婆，你别恶人先告状啊！明明是你们母女俩先动的手，我是正当防卫。哎，你自己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妈，咱们先把小雨送到医院啊！哎，我说你们一家人都这么没有教养吗？你没听到我们叶少跟你们说话呢？是我错的钱，求求你们放我一马，让我送我家人去医院啊！你，老子长这么大还第一次有人在海城给我钱，你算哪根葱啊？啊？放开我！你们再这样下去，我妹妹会没命的呀！放开！想让我放过你们呀？可以呀。刚才这个老太婆把我的左脚给舔干净了，不凑巧，我的右脚又脏了。你给我舔干净，我就放了你们呀。你走吧！你个不识抬举的东西！我们叶少可是海城首富叶春阳的独子，平日里多的是人想给我们叶少舔鞋。叶春阳独子，他就是撞我爸逃逸的人，是你！还敢瞪人？你知不知道，我们叶少随便动动一根手指，就能让你们全家在海城活不下去啊！孩子，好好教他怎么做人，让他知道海城谁是天。OK。这是我爸的卡。
你从哪拿来我爸的卡？当然是你爸叶春阳亲手给我的了。你放屁！我爸可是海城的首富，怎么可能会跟你这种底层人士有交集呢？哎，叶少，这该不会是你爸偷摸搞出来的私生子吧？哦，我知道了，你是小偷！你好大的狗胆，竟然敢偷到我们叶家头上！我不是小偷。好，今天我就亲自把你的狗牙给打出来。我向你保证，我一定好好管教他，让他诚心悔过，亲自向你道歉。哎，你一身穷酸样，还想让老子牢底坐穿？我们是穷，但是你表面光鲜亮丽，是引以为傲的首富之子，但实际上你就是一个肇事逃逸的瓦里卡。你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就是你2天前肇事故苦主的儿子陈丁。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天底下怎么可能有这么扯的事情？说，你从哪得到的消息？喂，爸，事情都解决了。真的吗？他们同意和解了？差不多吧。明天上庭的时候，你乖点啊，千万不能再激怒他们。得嘞。你这个冒牌货，说从哪儿得来的消息？还敢碰瓷老子！算了，今天小爷爷我心情不错，我还要马上回去给老爷子一个交代，否则的话，我他妈弄死你！医生，我妹妹怎么样？已经度过危险期了，只不过病人头部受到过猛烈的撞击，又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这醒来之后很可能会失明。我求求你了，我女儿是没出生，我求求你救救她，能不能看不见啊？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小雨，妈，你们放心，叶城一定会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叶总，今天各大媒体都会来，说陈定一真的会和解吗？像他们这种人，没有用钱解决不了的。等庭审结束后，各大媒体报道叶城无罪释放，也是这关也就算过去了。飞子，等会儿咱再约麓山。昨天因为那些人我都没法尽兴，等这事儿结束了，我必须找人弄他们。徐律师，
放轻松点儿，毕竟今天来就是走个过场而已。哎，对了，一会儿结束了，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陆山会所消遣消遣？虽然叶先生已经告诉过我你是无辜的，但原告很有可能反水，这是我的工作，还请小叶总能够尊重我一下。又是一个胆小怕事的穷骚货，给脸不要脸！老子以后有机会一定说服。原告来了。熬过这一关，拿到城南项目，老子还是海城首富的儿子。到时候，我非得弄死这帮惹人烦的蝼蚁。好久不见，是你。小叶子，这世界真小啊！居然真是这小子，他妈的点真背。哈哈哈哈！陈先生，太好了，咱们又见面了。这小子怎么回事？电话里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变了态度？陈先生，这大庭广众之下的，咱们之前不是聊得挺好的吗？今天你只要答应和解，结束之后，我再加300万现金支票都可以。叶先生，像你们这些人，是不是以为掏钱了就能解决一切事啊？哎呀，陈先生，误会了，不是买，是赔，是赔偿。300万不够，你再说个数，我今天一定给你。好，好啊，叶春阳，你和叶城不愧是亲父子，连拿钱砸人嘴里都如出一辙。但是，我陈定一不稀罕。小兔崽子，你是不是又干了什么？妈的！你个怂货，现在知道怕了是不是？你知不知道，你今天这破事要是解决不了，也是会跟着一块完蛋。快说，到底是怎么招惹陈定一了？爸，昨天我在陆山会所跟他妹玩了一把。还他妈干了什么？快说！还把他全家给打了。哎呦我去！你个畜生！老子叱咤风云大半辈子，怎么就生出了你这坨烂泥？陈先生，我有罪，生了一个这么猪狗不如的东西，我认他认法，只求你能按照咱们之前商量好的和解，只求你放他一次，就一次。300万不够，你说个数，我还能继续翻倍。叶春阳，钱不是万能的，钱买不回人命，也买不回你儿子的良心。好，钱没用，那我就给你公道。只要你答应，我就让叶城在你们全家面前跪下认罪磕头，直到磕到你们满意为止。爸，他应该是答应了吧？他就算不为他自己，也要为他家人想想吧。管伙计坐好，紧着点皮，别再惹毛陈定一。审判长入庭，全体起立。现在开庭。
原告陈定一，乙方诉被告叶成故意伤害、交通肇事逃逸一案，被告方再次提出了和解请求，你是否同意和解？我不同意。果然如叶董所料，陈定一反水了。法律应该是维护公平和正义的武器，而不是有钱人的玩具。任何人犯了错误，都应该为他的错而受到应有的惩罚，包括你，叶成。找死！徐律师啊，这叶成他是无辜的呀，是陈望山他突然冲出马路，他来不及刹车才撞上的。也是，现在正处在风口浪尖上，我是不想多生事端，这才主动找陈家人求和的。叶先生，既然达成了和解，为什么您还……我是想啊，最好是能和解，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会不会临时变卦反咬一口呢？叶氏的背后可是成千上万员工的家庭啊，我不敢赌啊。所以，徐律师，全靠您了。您放心。徐律师，陈家人就是穷疯了碰瓷，想陷害我们叶家呀！你可不能让他们得逞啊！放心，我会让你无罪释放的。徐律师出手从未有败绩，由他坐镇，原告八成是水输啊！徐律师，你真的认为叶成是无罪的，还是说，于你而言，赢比公平和正义更可靠？徐律师，你可不能被陈定一给骗了呀！他就是看我们家有钱，所以想借他爸这个事儿狠狠地讹我们一笔呀。像这种奸诈的权贵，我见多了。陈先生，法庭是讲证据的地方，你利用公众同情和煽动对立情绪来掩盖你方证据不足，甚至捏造事实本质，这才是真正的歪门邪道。你应该把心思放在举证本身上。何律师，继续吧。我方要求调用1号证据，陈望山的验伤报告。反对，这份报告只能证明伤情所在，与指控我方当事人醉驾和存在故意肇事逃逸之间没有任何直接和必然的关联。法官大人，这很有可能是原告在利用自己的伤情，不正当博取同情的手段。说的对呀，法官，各位，你们都看到了吧？陈定一啊，就是看我爸有钱，所以啊，他故意往我身上泼脏水，为了就是碰瓷儿呀。还有，那天晚上明明是他爸自己冲出来了，还怪在我头上。依我所看，我有理由怀疑，就是他们一家人一起合谋弄出来的奸计，故意就是穷疯了。法官大人，我方有新证据提交。法官大人，原告至此都没有提供任何直接证据，能够证明我方当事人存在醉驾或存在故意肇事逃逸的行为。我将保留为我方当事人申诉无罪释放的权利。目前所有的指控都是基于原告单方面情绪化的输出，而我方有明确证据。事发当晚，我方当事人酒精检测结果为阴性，而根据行车记录仪显示，我方当事人车速仅为30码，完全符合该路段的限速规定，这足以证明我方当事人的清白，反衬原告指控的荒谬。陈定一，既然你这么清高，看不
是我叶家的钱，就别怪我心狠手辣。小慈儿啊，我知道你家里负担重，心里难受，急需用钱，但你也不能走歪路啊！不是这样的，我没有说谎，都是叶城，叶城他醉酒飙车撞飞我爸，还见死不救，我爸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里生不如死，这一切都是叶城故意造成的。你血口喷人！法官，他诽谤，他在诽谤！徐律师，看看他。法官大人，原告情绪失控，在法庭上当场污蔑我方当事人，我请求法庭予以警告。好啊，法理昭昭，我就不信你叶家能在海城只手遮天。法官大人，我申请调取事故路段2天前晚上11点到12点之间的监控视频。准许调取。系统显示，该时段路段的监控视频数据损坏。怎么会这么巧？怎么会这么巧？叶董，这个陈定一看来是没有后招了，咱们要不要利用舆论再推他一把？既然他不识抬举，就踩死他。这抑郁症，还失业，靠捡破烂生活。你看看这妹妹穿成这个样，还在会所，能是什么正经人？我天哪！法官大人，我方有新证据提交。据报告显示，陈旺山的妻子许秀欣1年前患上喉癌，陈家人因医疗支出频繁外借，外债高达32万元，这足以超过他们家的偿还能力。我的天呀！你们不会是……你们为了我这个首富之子，真是费尽心思，专门设了一个局，过来就是坑我呀！啊！你们这一家真是碰瓷专业户呀！哎呀，这真是穷生奸计呀！为了钱连脸都不要。够了，都给我闭嘴！我爸抑郁，是因为被无良包工头拖欠工资。我妹在会所打工，都是因为给我妈攒钱治病。怎么，在你们眼里，穷就是原罪，穷就该被泼冷水，穷就不应该讨一个公道吗？林天一啊，这儿是法院，不是你演戏的草台班子。证据呢？你年纪轻轻为钱走歪了，可惜呀！对呀，哎，你把证据拿出来呀！对呀，光打嘴炮有什么用啊？又不是演短剧。肃静，注意法庭纪律。原告这是黔驴技穷啊！哎，林天一，怎么没声了呀？你刚才不是一直在叭叭叭叭叭叭个没完吗？啊，继续啊！原告方，你们还有没有什么证据要提交？法官大人，我们申请传唤新证人。贱人，管好你的嘴！没该说的别说。住手！叶先生，这是在法庭。老子跟你说话听不见是吧？信不信我现在弄死你？被告叶成，注意你的言行，再敢咆哮威胁证人，本庭将视你为藐视法庭。不行，我不能帮你。叶成要是知道了，他会弄死我的。李小雪，你真的要屈服于叶城那个恶魔吗？他今天敢把你灌醉推下楼，
那明天呢？据我所知，你有个妹妹才19岁吧？你就不怕叶城哪天把你玩腻了，换她？其实我也有个妹妹，和你妹妹一样，才19岁，就被叶城那个畜生弄得双目失明，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总之，我一定要把叶城送进监狱。赢了，我们一起讨回公道，你也不用担惊受怕。输了，这样，输了你就说是我威胁的你，啊。法官大人，事发当时我就在叶城的副驾驶，我亲眼看见，就是他撞死了人。当时他喝了很多酒，一直超速闯红灯。我当时劝他，在他撞了人的时候，我劝他下车看看，他不肯，他还说那就是个捡破烂的。他趴在地上装死呢！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敢再劝他，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肇事逃逸。被告住手！出场，看看场合，你想死吗？叶晨阳，为父不教子，你不教，社会帮你教。你算什么东西？我还轮不到你教训。都肃静！被告方律师还有没有什么证据要提交？法官大人，我方有新证据提交。法官大人，原告证人林小雪曾有多次盗窃和犯罪的前科，我方合理怀疑她证言的可信性。徐律的意思是，这个林小雪伙同陈定一一起作伪证，敲诈叶家。哇，诈骗犯当证人，这戏码绝了！我没有撒谎，我没有，你们不要看我，不要看我！法官，由此可见，这个女的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臭小偷，和陈定一一起就是诬陷我的清白呀！她的鬼话不能信。法官大人，这个贱人偷拿我手机转账被抓，摔下楼就是报应。可他就说是我给他推下去的，从此就怀恨在心，所以和陈定一一起合伙起来就是诬陷诬告我。你骗人！明明就是你故意灌醉我，推我下的牢。哦，证据呢？我姓叶，海城的叶，谁会相信你一个外围你说的话呀？啊？这话是什么意思？肃静！鉴于证人林小雪存在重大诚信瑕疵，证词不予采信。法官大人，我方还有关键证据要补充。叶春阳先生曾向原告提出要私下和解，原告接受了我方的赔偿款，却在法庭临时反水。根据原告的背景及其种种表现，我方足以怀疑原告这是在借此敲诈。小翠儿啊，作为长辈，我不能看你越走越歪呀！法官大人，我这里有一段录音，可以证明原告有敲诈意图。录音属实，无剪辑迹象。准予播放。叶先生，你也不想你儿子背个罪犯的名声吧？钱给够，我保证他清清白白。假的，这些都是黑暗合成的。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真的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原告如果没有新证据提出，
本庭将宣判。等死吧，垃圾！他笑什么呀？难道是因为知道自己要输官司，所以要气疯了？叶成，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法官大人，我有新的证据提交。报告法官，视频文件属实，无伪造剪辑迹象。证物 D-8，行车记录仪存储卡。对于播放。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岳超，任你岳家权势滔天，能买通人毁掉所有路面的监控视频，却买不了老天开眼。你没想到吧？你的所作所为都被事发路段对面汽车的行车记录仪所拍到。假的！这视频是假的，是伪造的！法官大人，他伪造视频！徐律师，你帮我说说吧，视频假的，你说。妈的，我爹白给你那么多钱了是吗？养条狗都比你有用！法官大人，铁证如山，被告叶成触犯刑法第133条，蓄意酒驾，肇事逃逸，致我当事人父亲陈望山先生重伤，且态度恶劣，毁灭关键证据，当庭恐吓证人，妨害司法公正。我方建议数罪并罚，顶格重判。我被叶家人骗了。说话呀！说话呀！发什么呆呀？快他妈救老子呀！陈定一，做人要留一线，那是对人。你们还是人吗？法官大人，我要求追加诉讼。这小叶总坐牢都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这陈定一还要提告，不会是想把他定死吧？法官大人，我要求追加诉讼。这里边是我陈家3人的伤情报告，以及麓山会所那晚的监控视频。那天晚上，叶成对我以及我母亲许秀欣，还有我妹妹陈小雨施暴，强奸未遂，致使我妹妹重伤失明，都被监控视频所拍到。陈定一，我他妈要杀了你！法官大人，我要告诉叶成强奸未遂以及蓄意伤人。爸，我不能坐牢，我还小，你快救我呀！快救我呀！被告方辩护人是否补充证据？没有。鉴于无可辩驳的证据链，我方申请终止辩护。你他妈个贱女人！谁允许你终止辩护的？不行，我换律师，我换律师。徐岩既然认输了。叶春阳苦苦经营了大半辈子的企业口碑，今天算是开始倒塌喽。现在对被告叶成涉嫌强奸未遂、蓄意伤人以及交通肇事一案进行宣判。全体起立。被告叶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6个月；犯交通肇事罪，逃逸致人重伤，判有期徒刑7年；犯强奸未遂、故意致人重伤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被告手段残忍，社会影响恶劣，法庭决定数罪并罚，顶格判处20年有期徒刑。被告方还需承担原告一家受害人后期所有医疗费用。休庭。什么？
20年，不可能！我不服！我不服！爸，你敢救我呀，爸！爸！陈定一，徐岩，这事儿没完，你给我等着！陈先生，对不起，我听信了他们父子俩的谎言。以后有任何需要，请随时找我，这是我欠你的。妈，我们赢了，叶城那个畜生被判了20年啊！好啊，苍天有眼的。小哥也在，给你们说2个好消息啊！你爸跟小雨的生命体征已经稳定了，他们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候。然后呢，等小雨身体恢复之后，有很大概率能让他重见光明。儿啊，你听见了吗？小雨他不会瞎了，你爸也没事了。妈不是在做梦吧？妈，你没听错，你不是在做梦，我们家终于熬过这关了。森海园那边到底怎么样？暂时安抚住了，但至多还有1周。如果2审结果不佳，那项目资格就必须在3天内找到翻盘的突破口，在2审里给我扭转局面，否则叶氏这条船沉了，你和我都他妈得淹死！叶董，陈定一家油盐不进，骨头太硬，再硬的骨头也有缝。陈定一那边你啃不动，就从他的朋友和亲戚里下手。我信，就没人对叶家的钱和势力不动心。有缝，叶董。陈定一他舅舅许父，我们查过，这个人自私凉薄，贪得无厌，而且他儿子许继祖就在咱们叶氏集团任职。真是天助我也呀！就从他们身上下手，动作要快，把这些碍眼的垃圾给我扫清楚。还有陈家村那些，懂吗？是。儿啊，叶家要上诉，你说咱还能赢吗？他们太有权势，要不算了，妈怕。妈，正是因为叶家有权有势，我们才要把这种事情摊在太阳底下说明白，藏着掖着，咱们的处境反而更加危险。你放心，现在海城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就算叶家再有钱，也买不了天理公道。等2审开始的时候，我一步都不会退，该叶城坐的牢1天都不会少。妈老了，不懂这些，你自己心里有成算就好。妈都听你的。哎呦喂，什么味儿啊？这是，臭死了！姐呀，我这听说你病了，这个心呀揪着疼。哎，季总，你愣着干什么？叫人呢？大哥，姐呀，怎么样？你姐夫和小雨好些了，医生说。姐，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的是官司的事儿。1审咱们赢了，就等2审。姐呀，你糊涂啊！这丁一年纪小，不懂事儿。你说你活了大半辈子了，你也不懂事儿。叶董在咱们海城那就是天，咱们小老百姓没必要鸡蛋往石头上碰，是不是？
姐呀，你就听我的吧，就各退一步，是不是？到时候让定一2审的时候给叶家卖个好，这大家两个都好看。定一呀，你听你舅舅的，准没错。那总比到时候被叶家记恨报复，你连累了咱们全家强。舅舅妈，你们这一家趋炎附势的本事真是炉火纯青啊！说吧，这回叶家是给了你们多少好处？还是说给许剧组在叶氏集团开了多大的前程，才让你们搞这么大的阵仗，巴巴的跑来医院给我们演这么大一出好戏啊？放屁！小兔崽子，哪有什么好处啊？少在这胡说八道！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不知好歹的玩意儿！定一呀，你说这话真是太伤人心了。那咱们可都是嫡亲的亲戚呀。那要不是因为这，谁愿意管你们家这闲事儿啊？你处理不讨好。就是，你说你这个小白眼狼啊，给你爹一个死恶心，活该处理。叶董要给你们一个逆天改命的机会。罗经理，你看，你说这话不就见外了吗？啊，那个叶董办事，那是我们许家祖坟上冒青烟了。你吩咐。你们倒是比陈定一识时务。你们帮叶董劝服陈定一，让他在2审时松口同意和解，这事儿就算成了。许继祖也可以升职加薪，不用当脏兮兮的小库官了。事成之后，叶董会赏你们100万现金。哎呀，这不小菜一碟吗？罗经理，您老放心，包在我身上。姐，都是怎么想的？你给句话啊！我是他的亲舅舅，我能帮着别人一块来害他吗？啊！我这么做是为你们好，为你们好。行了，别装了，你们一家向来都是无利不起早。这次我得罪了叶氏，你们非但没有躲，还好心的拿着破果篮来看我妈。你真当我和我妈是傻子呀？啊！小王八蛋，怎么跟长辈说话呢？啊！我今天就替你那个死鬼老爸好好教训你。这巴掌比叶城打我妈打我妹的轻多了。媳妇，第一个是你的亲外甥，你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我下手重，这个小畜生一点事都不懂，我是在替你教育他。懂事儿？懂什么事儿？懂谁的事儿？懂叶家的事儿，还是你们家升官发财的事儿啊？许秀新啊，你个没良心的，公婆真是白养了你这么个赔钱货。你嫁出去了之后，你就不想着娘家呀？啊！你光想着你那个破家，你那个贪老公，你那个瞎闺女，你一点都不为娘家着想啊！你真是活该遭报应。你闭上你的臭嘴！再敢侮辱我妈一下，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你们一家子真是烂到根儿了，一个比一个无耻。说到底，不就是想趴在我们陈家身上吸血吗？吸干了骨髓还不够，还想让我妈把骨头剁碎了喂给你们呀？小兔崽子，怎么跟长辈说话呢？就你还算什么长辈？我告诉你，刚刚那一巴掌，我没有动你是看在我妈的面子上，你再敢动我一下，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快来人呐！大家都来看呐！外甥要打舅舅了啊，没天理了！大家快来评评理呀！啊，亲外甥打亲舅舅啦呀，没天理呀！陈家怎么出了这么一个倒反天罡的玩意儿呀？白眼狼呀！哎呀，杀人啦！现在的小辈真是太没规矩了。哎呀，这当妈的也不管管，儿子这么大长辈，像话吗？就是。你们再敢闹，就别怪我把你们和叶家那些龌龊的事搞得人尽皆知。好，你们要闹是吧？你们要讲理是吧？来，大家都评评理。舅舅，10年了，你们在我家白吃白拿，还3天2头管我爸借钱，那欠条落的可以给我爸当枕芯了。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有我妈得了喉癌，为了化疗跪在家门口求你们给开门。可是你们呢？
躲我们像躲瘟神一样，就是把门闭着不见。现在为了叶家升官发财的路，逼着我向差点害死我爸、弄瞎我妹妹的仇人低头。大家说，这世上有这种惜亲姐姐亲外甥的好亲戚吗？陈定一，你放你娘的狗屁！你胡说八道！你不得好死！你拿上你这些臭东西滚！让我再见到你们，这次打你为死！你天打雷劈的玩意儿！哼！还有，回去告诉你姐的，想让我二婶孙口做梦，我就算是死，也要咬碎叶春阳的骨头，拖着他和我一起下地狱。滚！滚开来吧！老小子，你之前怎么信誓旦旦给我保证来着？罗经理，叶董，我冤枉呢啊！这事啊，可真不赖我。陈定一那小王八蛋，跟他的蠢爹一样，属驴的，油盐不进。哎，还有我那个大姐，仗着背后有他跟程瑶啊，居然敢跟我翻脸。这个二婶呀，想让他们改口，难，太难了。再加100万。动动你的猪脑子，使点手段，让他去不了法庭，不就一了百了了？更省事儿。明白，明白，这还是罗经理高见啊！放心，这事儿我一定办成功啊！就到时候您二位别忘了答应我。滚吧，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看见了吧？只要肯出价，没什么不能出卖。叶董英明。陈家村上月药厂排污标准不合格的时候，你可千万勿讲，千万不能在上河街上暴露。叶董，我做事您放心，村民得喉癌跟咱们药厂扯不上半点关系。喉癌？我妈还有村里那些人，难道跟意识有关？谁？老秦，药厂的事要是泄露出去，你我都得完蛋。人呢？插翅膀飞了。叶董，应该不是人，是流浪猫。这附近医院没有围墙，很多流浪猫狗。应该。老庆，药厂的事有多机密，不用让我再提醒你吧。我要的是确定，不是应该。叶董，我现在去查。以后有任何需要，请随时找我。这是我欠你的。徐律师，是我是陈定一。怎么了吗？徐律师，我有2件事情想请你帮忙。你能否帮我查一下陈家村附近的夜市制药厂，尤其是他们违规排污的问题。我无意间听到了一些机密，我怀疑我妈的癌症就是被他们害的。好，没问题，我现在就开始着手。谢谢。还有一件事情，叶春阳已经把我舅舅收买了，很有可能会对我动手。我想和你签一份委托书，如果到时候真的出事了，请你带我参加二审。可以，明天你就来找我签委托书。陈定一，你记住，从现在开始，保护好自己，不要相信任何人。你怎么疯了？后款老子登够了。叶总说了，只要摆平你，我就能升职加薪。老子要在叶氏站稳脚跟。陈定一，你们陈家都不行，凭什么拉我？
想升职加薪？你想升职加薪，要踩着新人的血肉上的吗？徐继祖，你怎么连狗都不如？你们家喜欢给叶家当狗，你们去当。想再让我们家当垫脚石，你做梦！小兔崽子，谁给你胆量敢打我儿子？哎！听到你和叶导的计划了。你个小畜生，你想一个人逞英雄啊？怎么？难道非要拉着全家人给你陪葬，才会甘心吗你？啊！不干！有好处，大家一起拿，大家合计一起发财不好吗？他死了。那个小兔崽子啊，就是命硬，这命都死不了啊！既然醒了，就给我老实点啊！等二审完了以后，我自然会放你出去。别挣扎，少受点皮肉之苦。师傅，你们全家人都是猪！不打不长记性，爸，这破地方能不能行？别等二审结束呢，人就先跑了。慌什么慌啊？这是咱们镇上纺织厂的老仓库了，都废了20-30年了，平常连个老鼠都不来，谁能找过来？那就好。哎呀，等这二审的事儿了了，老子就再也不用回那破仓库了。到时候我看谁还敢嫌弃我？那些相亲的拜金女都得赶着霸气我。等咱们拿到那叶家的200万，哎，回去把车子房子全换了，咱们也能好好享受享受，是不是？啊，等小叶总放出来了，我估计你们陈家也就活到头了。到时候我把陈小雨卖了，还能再赚笔彩礼钱。生气呀，他就是个赔钱货。那你们家给我们家找那么多麻烦，赔偿不天经地义吗？哎呦，只可惜他是个瞎子，不然凭他那张脸，还能卖更多的钱呢。哇，真是倒胃口！爸，咱们回去吧。我看着这陈定一我就恶心。呸！什么东西？你说上回那陈定一不是挺狂的吗？我以为他要跟叶家刚到底呢，你看到现在都没来，不会是被吓破胆了吧？叶总，这回有那个许父和解的事，肯定是板上钉钉，后续我们再找人操作一下，小叶总脱罪指日可待。很好。等叶氏拿下项目，不仅可以摆脱破产的危机，还能在韩城更进一步。直到天腾也未尝不可呀。那就先恭喜叶董吧，还得是您，想出直播听审，扩大影响电子。还有5分钟就要开庭，原告陈定一怎么还没到？法官大人，我是陈定一的亲舅舅啊，他今天呢有特别重要事情来不了，所以就特地委托我来做这个代理。有委托文件吗？有，看我拿来了，白纸黑字啊，还有红手印啊。委托书形式要件符合。法官大人，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做这个代理。叶董，等
会儿我上去以后，我说的头一句话就是：咱们和解啊！我保证小叶总立马就能释放。行了，管住你的嘴，做好你该做的。还有1分钟就要开庭，原告请入座。现在开庭，原告代理人徐富，你方是否愿意接受叶城提出的和解协议？同意，同意和解。鉴于原告代理人表示当庭接受和解，本庭依法确认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现裁定撤销一审判决，被告人叶城当庭无罪释放。等一下。你怎么来了？既然原告亲自到庭，那么就由原告。哎呀，我的好外甥呀！你说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来，你这是何苦呢？你不要命了啊？法官大人，他是我的外甥啊！你看他都伤成这样了，他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咋上庭呀？啊，你就让我上庭吧，我替代他。你的手放开！一边去！告诉你，就是你这个黑心的律师，撺掇我外甥，这害死你全家！你，我什么我？小家伙，告诉你，我背后站的可是叶家，你命不怕，你跟懂吗？这才乖嘛！青年大老爷爷，你看我这个外甥呀，他伤得太重了啊，这多可怜呐！他实在是出不了庭了，我来，我同意和解啊！我同意和解。许父，你们许真是骨头软，愿意给人跪下当狗，但是我陈定一不愿意，我就不信了。这海城这么大的地，就没有我一个讨公道的地方。法官大人，我虽有伤在身，但精神状态良好，神志清楚，完全具备诉讼能力。现申请以原告的身份继续参与庭审，还望您准许。肃静，准许原告陈定一以原告身份继续参加诉讼。徐父，我警告你，你还有你们许家人，如果再敢为了叶家为难我，为难我妈还有小雨，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不顾最后一点亲戚情分。我告诉你，我会把你们一家都送进去，和叶城一起牢底坐穿。无关人员回到旁听席。现在继续开庭。废物，点小事都办砸了，也是养条狗，都比你们父子有用的多。叶董，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要放弃我们吗？叶董，我和季总忙活了这么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你不能滚个拆脚呀！哼，事儿办成这个德行，还有脸提？叶董，算你狠！我告诉你，小心我把你是幕后主使的事全部说出去，都让这帮人记者好好的听一听，都是你干的。再闹，今晚就让你全家在海城彻底消失，你懂吗？原告陈定一，本庭再次向你确认，你是否需要时间重新考虑或者改变决定，
接受与叶城的私下和解。不用了，法官，我已经有了他。法官大人，我的决定不会改变，我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私下和解，请法庭坚持原判。为了我，也为了被叶城所害的人，讨回一个公道。陈定一，你这么想死是不是？给脸不要脸，我他妈弄死你！肃静！被告人叶城，本庭警告你，若再扰乱法庭秩序，公然咆哮威胁，本庭立即以蔑视法庭罪对你实行强制措施，并加以重罚。冷静。陈定一，你等着，你啊，死定了。被告律师，本庭询问你方是否有新的证据提交。法官大人，鉴于我方当事人叶城先生刚刚表现出的极度异常、无法自控的情绪状态，以及其最近的不合理行为，我作为他的代理律师，出于职业责任和对当事人的权益保护，我方不得不向法庭提出一个申请。我申请法庭对我方当事人进行精神鉴定。我方完全有理由怀疑叶城先生目前精神状态可能不具备自主刑事责任能力，甚至影响其之前事情的责任认定。为了法庭的公正，我恳请法庭暂时休庭，待专业机构完成对叶城先生的精神鉴定，再行开庭。反对，这是赤裸裸的拖延战术。法官大人，叶城他就是在装疯卖傻呀！你撞我爸的时候精神的很，打我妈的时候力气大得很，侮辱我妹的时候头脑清醒的很，怎么一到现在判刑了，你就突然疯了呢？这世上哪有这么狡猾的精神病啊？我看你就是在装疯卖傻，想钻法律的空子，逃避责任啊！法官大人，为了避免被告拖延和操纵鉴定，我方认为应在法庭当场指定中立权威的精神科鉴定专家，通过线上视频连线对被告叶城进行快速的初步的现场行为判定，以此避免休庭给予不当干预的时间窗口。原告方律师建议合理，本庭予以采纳。为了确保程序公正与效率，现当庭连线海城精神卫生中心首席专家荣远教授。法警确保被告人面对镜头。连线。他妈的来真的，还是现场直播？法官好，我是荣远，请将被告放置镜头中央。被告叶城，下面请回答我的问题。你的姓名？是他。今天是几月几日？法官大人，基于被告目前的反应，我怀疑他存在急性精神障碍的可能性。初步观察，其情况不符合受审能力要求。为了更精确评估其责任能力，我建议终止庭审，将被告移送至我院进行司法精神鉴定。法官大人，荣远教授的意见已经非常明确。为了程序正义，保证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我方恳请法庭立即庭审，待鉴定完成后再进行法律程序。鉴于专家初步评估意见以及被告人的表现，本庭认为，请等一下。法官大人，我有新证据提交。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些证据足够证明被告人叶城此时此刻的疯狂，就是一场精心策划、彻头彻尾的伪装。是他和他背后的人意图利用司法精神鉴定程序拖延审判、逃避法律制裁而进行的一场拙劣表演。
经技术检测，该录音文件未发现篡改痕迹，本庭准予播放。爸，放心，就算判重又能怎么样呢？我都想好了，到时候我就装疯。精神病医院的条件不比监狱舒服100倍吗？啊？装疯卖傻，谁不会呀？等过了这阵风头，您再想办法把我治好捞出来。到时候，陈定一那个贱骨头，还有徐岩那个贱女人，我非得弄死他俩不可。叶城，你听到了吗？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你机关算尽，装疯卖傻，到后来还是因为你的狂傲，因为你引以为傲的权势和金钱，让你走入死局，你跑不了了。法官大人，正如录音内容所呈现的，被告人叶城所谓的精神崩溃，正是一场精心策划、意图欺骗法庭、妨碍司法公正的一场拙劣表演。他的行为已构成了藐视法庭。我方恳请法庭在原有指控基础上，立即追究叶城藐视法庭、妨碍司法公正的罪责，并予以严惩，以尽效尤，捍卫法律尊严。立即行动，所有平台内容清场，不惜代价。哎，我怎么回事啊？直播断了呀！我发的也全部被删了。法官大人，在于目前情况，为了还原案件的真实性，揭露被告叶城的拙劣卑劣行迹，我方申请传唤重要证人陈小雨出庭作证。准于原告方申请。证人陈小雨，请你把当晚的经历说一下，如实陈述即可。那晚是我第一次去庐山会所当兼职服务员，叶城他们一群人把我堵在大厅门口，不让我走，然后还逼我喝酒，逼我陪他们。小美人儿，我让你怎么了？叶城摸我，撕我衣服，还打我妈妈。我反抗过，但是他们说我是卖的。我咬了叶城之后，他把我甩到了地上，我头撞了上去，醒来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放屁！你个死瞎子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呀？法官，他撒谎，明明是他自己穿的骚啊，低胸短裙儿，露着2条大白腿大在大厅上晃，不就是为了钓凯子吗？装你妈的青春玉女啊！我是可怜他，给了点钱，可没想到，他呀拿了钱觉得钱少，反倒咬我一口。像这种出来卖的女人说的话呀，压根儿就不能信。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女的肯定有问题啊，不然谁穿成这样在大街上晃啊？我没有。小雨吧，妈妈在。法官大人，鉴于证人陈小雨目前情绪激动失控，其证词陈述过程明显受其巨大情绪干扰，我方完全有理由怀疑其证词内容受原告陈定一和其监护律师徐岩事前诱导。你放屁！原告注意法庭纪律。在此状态下，证人陈小雨的证言，无论是真实性还是可靠性，皆存疑。我方恳请法庭慎重采纳，对其证明力给予极低权重。法官大人，我也是那晚的受害者，我亲眼看到叶城他们是怎么对待我女儿的，我申请作证。反对。法官大人，许秀新是原告陈定一和证人陈小雨的直系亲属，存在密切利害关系。我方坚决反对其作为证人出庭。
望法庭驳回其申请。反对有效。回归事件核心，关于庐山会所发生的不幸事件，根据我方掌控的资料及视频证明显示，一审的视频证据存在错位拍摄的可能性，其真正实施不当行为的，可能是我方当事人的朋友崔景及其保镖。我方当事人叶成先生，可能更多是出于一种被动卷入，甚至可能是被崔景等人胁迫，其参与过程受到极大的夸张，望法庭明审。混账！你要是被叶城拖下水，吃了官司，老子就当没你这个儿子。我作证，法官大人，我要指认，这一切都是叶城指使的，我是无辜的，这一切都是他指使的。陈定英是他带人打的，侮辱陈小雨也是他下的命令，他是主谋，我是无辜的呀。崔景，你他妈想死是不是？我他妈弄死你！肃静，被告人叶成，请控制你的情绪。旁听人员崔景，你刚才的发言是什么意思？请详细说明。法官大人，我冤啊！明明这一切都是他做的，我最多算个从犯，可是他把所有的锅都扣在我身上，给老子闭嘴！肃静。我有证据。之前，叶城他爹叶春阳为了让我闭嘴，给了我一大笔封口费，手机里有转账记录。旁听人员崔景，你递交的这份电子转账记录显示，用户为叶的海外账户给你转账1000万，标注为备用金，时间确系案发次日。被告律师，你方是否有新的证据提交，或者对原有的证据链提出新的质证？法官大人，我方没有新证据要提交，也没有新的意见，尊重法庭裁决。现在宣判，全体起立。被告人叶成犯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强奸未遂、故意致人重伤罪、藐视法庭、恶意妨碍司法公正多项罪行，犯罪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立即生效。爸，救我吧！我是叶家独苗啊！叶董，小叶总的官司细节被爆了，开盘2个小时，我们的股价已经暴跌53%。还有我们的全线产品出现了大量被抵制现象，线上旗舰店出现很多差评，线下销售渠道也出现了很多退货，客服系统已经全面瘫痪。如果继续恶化下去，叶氏集团的资金链不出2周就会彻底崩溃。此次审核员那边到底什么态度？我们刚刚结束紧急沟通，审核员那边说还会给我们最后一次机会，1周，最多1周时间。我们必须清除所有关于叶氏集团的负面舆论，还要递交上一份无懈可击的方案，而且要通过他们严格的审查。还有吗？如果有任何一项不达标，我们叶氏集团将永久失去准入资格，彻底出局。老田，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这个机会，给我彻底清除所
所有阻碍，包括任何人、任何事。我明白，叶总。伯母，徐律师，你怎么来了？哎呀，来就来了，还带这么多东西。伯母，我最近没什么事儿，就过来看看您和定一。徐律师，你有心了，我这身体还是老样子。村里头这些年因为喉癌走了好些人，村头罗嫂家的小孩还不到20，人就没了。村里这种情况很多吗？多。自从几年前夜市的那家药厂搬到上游，这村子里就跟遭了瘟似的。陈家村上了药厂排污标准不合格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讲，千万不能在任何阶段爆出来。徐律师，按之前打电话跟您说的那件事情，您调查怎么样了？夜市药厂公开的排污检测报告数据完全达标。不过我从其他地方找到了陈家村近3年来的村民健康档案，发病率是在夜市药厂开始投产之后飙升的。当时我偷听叶春阳、罗青他们的谈话，就怀疑他们公开的数据一定是假的。我妈还有村里的病人一定和夜市医药违规排污有关。光怀疑没有用，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板上钉钉的证据。徐律师，我跟你一起查，为了我妈还有全村的病人，我们一定要查得水落石出。还有，许父报信说许岩跟陈蝶衣正在秘密调查咱们医院，想收集证据告我们。他妈的，就是这2个人，侄子生还就在眼前。如果他们不要早死，你就直接，懂吗？我懂了，叶总，我这就出手去办。徐律师，我看天色也不早了，要不晚饭就在我们家吃吧。郑先生，小徐律师，你快去看看我娘吧，我娘她快不行了。娘，阿芳，我来了。小贤姐，我这不行，帮我看顾好阿强。你放心，阿强以后也是我儿子。我舍不得呀，我的儿。徐律师，王婶从小看着我长大，如今也被夜市药厂害死了。再这样下去，全村的乡亲们都要死绝了。我恨不得杀了叶春阳那个畜生。丁一，你冷静一点，只有我们找到证据，才能扳倒整个夜市药厂和叶春阳，救下整个陈家村。丁一哥，你们是不是在对付夜市药厂？等我一下。我之前在药厂里打过零工，这是我偷偷藏起来的。药厂里排出的水，还有排水管附近的土。之前我害怕，就一直没敢拿出来。对不起，阿强，你真是帮了大忙了。有了这些，我们一定会为王婶还有全村的乡亲们报仇，让叶春阳绳之于法。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把叶春阳这个毒瘤彻底连根拔起。
好一个叶氏药厂，好一个叶春阳，真是让他死1万次都不够。铁证如山，叶氏集团和叶春阳一个都跑不掉。这一次，我们不仅要关掉叶氏药厂，还要让叶春阳以及他的叶氏集团吐出所有不义之财，让每一户受害的村民们得到应有的赔偿，1分都不能少。叶氏集团成功平息了最近的舆论风波，城南新区100亿合作项目的签约仪式将于明日盛大举行。看吧，叶春阳以为拿钱和手段压下叶城的丑闻，就能拿下城南项目这块肥肉了。他得意，那我偏要在他即将登顶的时候，当众狠狠撕下他的面皮。你是说签约仪式？对，就在他准备签下100亿合同，迎接所有人的掌声和吹捧的那一刻，咱们带着这些铁证，当众狠狠撕下他伪善的面皮，让所有人都看看这个所谓的大善人叶童骨头里流的是多么脏的血，他的这些财富占了多少普通人的血泪。好，就让他在登顶的那一刻，我们一起把他踹下地狱，让他和他的叶氏集团在最高点上倒塌。恭喜叶董啊！过了今天，叶氏集团就更上一层楼了啊！这还要多谢乔总从中帮叶氏斡旋呢。是他，陈定一混进来了，赶紧派人找他，绝对不能影响今天的签约。尊敬的各位来宾，激动人心的时刻即将到来，有请我们叶氏集团董事长叶春阳先生和城南项目代表乔一凡乔总上台，掌声有请。等等，你，工作证拿出来看看，眼生得很，哪个服务公司的？老秦，他们现在在台下9点钟方向，现在立刻把他们给我弄走。你托盘底下藏的是什么？拿出来！拿出来！糟了，各位快来看，叶氏集团药厂违规排污，致使多人死亡，这就是证据。不，直播，快，切直播！今天大新闻，叶氏药厂毒害人命，铁证曝光，签约现场炸了。叶董，屏幕上对于您的指控是否属实，请做回答。不，假的，全都是假的呀！叶春阳，这是什么？只要你给我一个解释，立刻，马上！叶董，叶氏药厂是否长期违规排放有毒物质，导致陈家村癌症高发？请您正面回答问题。叶氏集团将如何负责被药厂污染损害的村民？有没有具体的赔偿？哎呀，乔总，各位，你们都要冷静一下呀！千万不要被这2个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呀！他们跟我有私人恩怨。这所谓的证据全都是伪造合成的，是他们处心积虑对我的污蔑呀，为的就是在叶氏集团最重要的时候来捣乱的。叶春阳，你还真是无耻啊！铁证如山了，你如今还想颠倒黑白？我妈的病，还有全村几10条人命，都是因为你那个药厂害的。
怎么，现在铁证如山了，还想着推卸责任？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栾成，你还傻愣着干什么？赶紧把这2个蓄意在会场破坏的、散布谣言的人给我拖出去啊！让开！先生，请您回答这个问题。请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叶春阳，我不管你和他们有什么私人恩怨，今天这一出已经严重的损害了我们项目的声誉和公众信任。乔总啊，你要相信我，我不在乎你是否无辜。叶春阳，如果叶氏不能以最快的速度澄清此事，证明自身的绝对清白，那么我司将不得不重新评估，和叶氏中断合作。你好自为之。乔总，我一定会解决好的。叶春阳，跟我们走一趟吧。同志，你搞错了吧？我一直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呐。我们已经掌握确凿证据，你以及叶氏集团旗下药厂涉嫌长期大规模违反排放有毒物质，造成重大污染事故，并导致很多人失去生命，情节非常恶劣。现在对你进行依法传唤，跟我们回去调查，请配合。冤枉的，我是冤枉的呀！是他们设局诬陷我。同志，你抓错人了，该抓的是他们，是他们的。乔总，你别走，别走啊！我是冤枉的，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叶氏是清白的呀，我只是被冤枉的。叶春阳，留着你鳄鱼的眼泪，还有颠倒黑白的狡辩，到法庭上跟法官说吧。我会在法庭上等着你，等着看你这个披着人皮的恶狼如何被绳之以法，等着看你如何为你害死的人命而付出代价。带走。陈定一，这才是第一步，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恶战。叶氏集团一定会用尽所有手段反哺脱罪，甚至颠倒黑白。我们一定要利用好自己手中的证据，在法庭上彻底坐实叶春阳的罪名。乡亲们呢，我跟你们说，陈定一虽然是我的亲外甥，但是他做的那些事儿，我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别的不说啊，就他为了他家那点私事儿，把药厂害得都关了门了，是不是？咱们村本来就是以卖药材为生，你说这药材卖给谁去啊？他这不是把咱们全村人往死路上逼吗？对呀，我还指望着这个月卖药材的钱给我婆娘看病呢。我跟你说，叶春阳、叶董，看在我儿子的份上，愿意啊给咱们村一个机会。大夫，啥机会啊？叶董说了，只要咱们别让那个陈定一啊搞乱七八糟的事儿，是不是？到时候在法院上不要乱咬人，让他快点出来，到时候那好处大大的有啊！什么拆迁款、新工作，哎，我跟你说，说不定那药厂还得重新开门。哎呀，这就太好了！哎呀，师傅，你还要不要脸？你可是定一的亲舅舅呀！你怎么能在这带头帮着叶家人对付他呢？乡亲们，你们千万不要相信徐父，定一告叶春阳，那是在帮咱们全村人讨命啊！就是因为叶氏在山上建了药材厂，咱们村才有那么多人得喉癌呀！秀英嫂子，你说的是真的呀？我许秀心，敢对自己说的话向老天爷发誓，如果有半句谎话，天打雷劈，不得好死！许秀心，你真是个扫把星，还在为你儿子开脱呢。要不是他跟叶董的那点私仇，至于把咱们全村的人往死路上逼吗？啊，滚他妈一边去！妈！妈，你醒醒吗？妈！大
秀琴嫂子可是你亲戚，你就这么狠心往死里推她呀？放你娘的狗屁！是他自己没站稳，跟我有什么关系？滚蛋！别动我！徐父，我亲眼看到是你推的徐大娘，你还想抵赖？乡亲们，都醒醒吧！千万别被这个黑心烂肺的狗东西给骗了。十里八乡谁不知道许父的为人啊？他这么挑拨咱们，害丁一哥，肯定是被叶家人收买了。大家看看秀心婶儿，咱们真的要为了叶春阳手里那点沾着人血的臭钱，害死自己的乡亲，当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吗？强子，帮我去请村长，请他老人家来主持公道。哎，徐父，你还真是记吃不记打呀！当初看在我妈的面子上，我放了你和许继祖一马，没想到你蹬鼻子上脸，不仅继续做叶家的狗腿子，还把我妈伤成这样。陈定一，你真是个狼崽子你！啊，你还有没有家教？无缘无故的来侮辱长辈，我今天非得弄死他！你好大的威风啊！你想干啥？村长，我是冤枉的，这他你这……村长爷爷，我亲眼看到许父挑拨乡里乡亲，让大家对付丁一哥，推倒秀心婶也是他干的。当时叔伯婶子都在场，大家说是不是？是，就是他。他还说叶氏会给我们好处，让我们去为难丁一。许父啊，许父，你糊涂啊！为了那几个没良心的糟钱儿，竟敢对自己的亲姐姐和亲外甥下手，你还是个人吗？丁一啊，你受苦了。我听强子说，你跟外边那个徐律师查到，咱们村之所以变成癌症村，是因为叶氏在山上那个药厂。是。不过大家放心，我陈定一人做事一人当，一定不会拖累大家被叶氏报复。等我妈好点了，我们就一起搬出村子。丁一，你这话那是在打我老头子的脸呐！我听强子说，你告那个叶春阳，那就是为了我们村讨回公道啊！啊，在这个时候，我要是贪生怕死，把你一个人顶出去，那我跟畜生有什么区别呀？丁一啊，对不起啊，是我猪油蒙了心，被许父这个畜生给挑唆，你别记恨我哈。是啊，丁一，对不住啊，我们错了。是我们错了。你们这帮穷货，墙头草啊！啊，钱放到了眼前了都不会去捡，还敢跟叶家对着干，活该你们一辈子受穷！我告诉你，叶董是不会放过你的，也不会放过你的。他妈，等死吧！你！好了，就住手吧，把徐父赶出本村，今后永世不得踏入村里半步。就你们这穷的叮当响的破村儿，我还不许他回来呢！妈，你醒了？丁一，妈这是怎么了？头还疼不疼？要不要去医院？乡亲们，我想请大家帮个忙，咱们大家一起弄一份联名书，让法官还有所有人都看清楚叶氏叶春阳的罪恶。村长，乡亲们，帮帮我，帮帮陈家村，大家收集一下这些年来因为叶氏药厂得了喉癌重病，最后死亡的乡亲们的病历，还有那些还在世的病人，大家一起在联名书上按上手印，好不好？我要让这份联名书重到叶春阳的律师团队抬不起头来，重到法律的天平无法偏向他们的一边。好，丁一，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我现在就去挨家挨户的通知他们，
保证明天早上把所有的病历和手印都给你搞好。老少爷们们，我们都准备起来吧！为了逝去的亲人，为了活着的娃娃们，我们拼一把！拼一把！拼一把！走！走！强子，作证不是儿戏，到时候上了法庭，叶氏的律师团队们会像疯狗一样扑向你，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污蔑你，说你做伪证，甚至会把脏水泼到王婶身上。你这都想好了吗？丁一哥，我娘走的那么早，那么痛苦，都是因为叶家那帮畜生。我怕，我只怕对不起我娘最后那口气，只怕让乡亲们寒心。他们要泼脏水，那就让他们泼。我王强行得端，坐得直，随便查。好样的，说得好。到时候你只管说实话，别怕，你的背后不仅只有你自己一个人，我、徐律，还有咱们陈家村所有的乡亲们，都是你坚强的后盾。公诉方及原告方提交关键物证，取自叶氏药厂排污口的污染水样和土壤样本，以及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污染物检测报告。现在由被告辩护律师罗青律师对以上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法官大人，对于以上物证，我方存有根本性质疑。原告所谓的物证漏洞百出。第一，来源不明，该物证声称由村民王强秘密取得，如何取得？翻墙、破坏设施，其行为已经涉嫌违法，合理性存疑。第二，采集过程缺乏监督，无第三方公证人员在场，且没有任何视频证明其采集的过程、时间、地点、方式，如何排除其采证后取证前被调换、被破坏，甚至有人添加有害物质的可能性？第三嘛，送检机构虽然有资质，但送检人即原告的关联方，整个链条存在严重的程序瑕疵和道德怀疑。综上所述，该物证并不能作为判定依据，我方恳请法庭依法驳回其违法且存疑的证据。法官大人，根据被告辩护律师的质疑，我方申请提交补充2组物证。第一组，由国家生态环境部海城环境检测中心出具的，针对陈家村地表水、地下水以及土壤出具的最新官方检测报告。其报告中明确显示，叶氏药厂下游及周边出现了具有高度同源性的致癌物以及重金属复合污染，其具体分布跟我方之前提供的生物样本检测结果高度符合，足以证明污染事实的存在性以及客观严重性。第二组，是由陈家村27位村民因不幸患喉癌而离世的死亡证明原件，以及其家属陈述，足以证明被告方漠视生命以及为了利益而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人道灾难。被告人叶春阳，你对上述补充证据及指控有何陈述？受害人代表原告陈定一，你可以做最后陈述。法官大人，我陈定一生在陈家村，长在陈家村。我母亲许秀新也是叶氏药厂排污的被害人之一。在叶氏药厂没来之前，我们陈家村是10里8乡有名的长寿村。但叶氏药厂到来之后，短短3年就变成了喉癌村。上到80岁的老人，下到20、30岁的小孩都无一幸免。多少人为了治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叶春阳，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会不会想到那些被你药厂害死的乡亲们？你还能睡得着吗？啊！反对，法官大人，陈定一此番言论属于煽动情绪，与本案事实无关，请法庭制止。定罪需要无可辩驳的铁证，请问陈定一先生，你的证据在哪儿呢？被告辩护律师，法庭允许受害人做最后陈述，其内容是否采信，本庭自会判断。法官大人，针对被告辩护律师对我方提供的证据具有质疑性，
也为了进一步揭示本案的真相，我方申请传唤关键证人陈家村村民王强。准予传唤。证人王强，请陈述你所知道的本案相关事实。法官大人，我叫王强，我的母亲也是因叶氏药厂污染而患上喉癌的受害人之一。1年前，我曾在药厂里打零工，在厂里，我亲眼见过他们怎么排污水，那些污水味道很刺鼻，闻久了人就会头晕、恶心。据我所知，在最后那个车间的后面还有个非常隐蔽的管子，那个管子一到后半夜就开始往外冒黑水，而那些黑水会直接流进我们村上游的河沟里。当时厂里处理排污的工人有出现和我娘一样的症状，甚至恶化成了喉癌。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们村成了癌症村，跟叶氏药厂脱不了干系。我不能让我娘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得病受罪，我得留下证据。所以离开之前，我就摸到那个管子下面，用事先准备好的干净瓶子装了黑水，还挖了管子下面的泥。这就是我交给法庭的水样和土样的来历。我离开药厂之后，厂里管事的找到我家，警告我不许乱说药厂的事儿，否则就让我和我娘吃不了兜着走。我当时害怕，就没敢把东西拿出来。我对不起乡亲们。反对，法官大人，证人偷取证物本身已经涉嫌违法，其证言可信度极低，而且他说的警告并没有证据能证明，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他是为了博取同情而编造的谎言。王强，我看你就是想要钱，伙同陈定一一起来敲诈叶氏吧。法官大人，我手里还有铁证，足以证明叶氏药厂就是故意违规操作。这里面是我打零工时候录下的，录下了领导亲口下令，环保检查的时候切换管道，用干净的水糊弄，录下了他们开会时讨论如何处理超标废料。我甚至亲耳听过他们说，处理排污成本太高，直接排放顶多3几个钟轨。法官大人，我方申请当庭播放该录音证据，此证据可直接证明被告人叶春阳以及叶氏药厂所有管理层在明知故意排放有毒有害物质，却依然规避市场监管，情节极其恶劣，是本案定罪量刑的核心依据。呈上物证，准予当庭播放，全体肃静。被告人叶春阳，你还有什么最后陈述？法官大人，我承认管理上是有疏失，药厂也有些问题，但是你们好好想一想，叶氏集团不仅仅有一个药厂，它的背后是成千上万员工的家庭，数万人的饭碗和生计呀！这难道就是在座的各位追求的正义吗？无耻！他这是在狡辩，他想把自己的罪责转嫁给社会。可他说的也是事实啊，若是叶氏倒了，影响真的挺大的。叶春阳，你还要脸吗？你的大局观，你的叶氏集团，你的数万员工，你的财富，都是用你灭世的人命堆起来的。现在还想用所谓的经济影响来逃避责罚。法官大人，我陈定一就是一个普通小老百姓，不懂什么大局大道理。我只知道，法律不是一场生理，正义也不该称斤论两。现在，我陈定一代表陈家村的全体村民，要你叶春阳认罪伏法，为你所做的错误而付出应有的代价。做人不能
太天真，闹到现在有意思吗？啊，人和人的命，它就是不一样。我活着，叶氏集团纳税多少，养活多少人，创收多少 GDP。至于陈家村，一个贫困村，几个村民死了就死了呗，活着还要政府扶贫，花园往前，死了板道清净，省心省力。省心省力，叶春阳，你说的都是真巧。是不是我们陈家村所有人的命都比不上你财政报表的一个数字啊？法官大人，这是我们陈家村全体村民的联名书，控告你叶春阳，告你叶氏集团，害了他们的命，害了他们家人的命，毁了他们的家。你就是一个疯子，一个穷疯的刁民。法官大人，陈定一这是诽谤。我陈定一就是一个普通小老百姓，烂命一条。今天就是豁出我这条命，也要为了被你害死的，被你踩在烂泥底下的乡亲们讨个公道。肃静！原告被告，注意你们的态度，法庭不是你们吵架的地方。别看陈定一叫的厉害，不过就是个跳梁小丑。但凡脑子正常的人，都知道怎么想。我们不会输的。全体起立，本庭宣判。被告人叶春阳，叶氏药厂实际控制人，叶氏集团董事长，涉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处置污染物罪、妨害司法公正罪等一案，经本院依法公开审理，现已终结。本案证据确实充分，形成完整证据链，包括但不限于权威机构出具的污染检测报告，明确显示陈家村及周边水土遭受春阳药业排放的剧毒物质严重污染，与村民集中患病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死亡医学证明、视听资料、书证等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被告人叶春阳为追求非法巨额利润，罔顾国法，长期指使纵容位于陈家村上游的叶氏药厂非法排放有毒有害污染物，造成陈家村及周边环境严重污染，导致众多村民患病死亡的极其严重后果，且事后为掩盖罪行，长期实施行贿、威胁当事人、妨害作证等犯罪行为，性质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现判决如下：被告人叶春阳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被告人叶春阳个人全部财产，责令叶氏药厂永久关停，判令叶氏药厂母公司叶氏集团承担环境修复治理全部费用，并向受害村民及死者家属支付巨额损害赔偿金。宣读完毕。休庭。不可能！我陷害我！我是叶春阳，我是纳税大户，你们都能这样对我？我终于为你报仇了！你好，报仇了呀！深陷环境污染丑闻及巨额赔偿的叶氏集团，今日股价彻底崩盘，于上午10点正式向法院提交破产清算申请。昔日商业巨头轰然倒塌。许父、许七祖，你们涉嫌故意伤人罪、妨害作证罪。这是逮捕令，跟我们走。我不想坐牢，爸。
闹错了吧？搞错。罗青，你涉嫌帮助叶城、叶春阳伪造证据，妨害司法公正，请配合调查。涉案人员罗青、许富、许继祖等人已相继被警方依法追拿归案，等待法律的进一步审判。另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押的原叶氏集团董事长叶春阳因无法承受巨额赔偿及破产现实，精神状况已经出现严重问题，现已转入特殊监区接受治疗。旗下所有个人及公司关联资产将依法处置，优先用于环境修复及受害者的赔偿。什么？我爸醒了？好，我马上去到医院。太感谢你了，医生。陈定一，你愿意以法律为信仰，以正义为毕生之业吗？请多多关照。